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在上回呢，我们有开箱 LG 他们家的这个除湿机。那我自己的话，我是买一个他们家19公升的这个 Object 系列的奶茶色的这个旗舰的除湿机，放在我家里面做使用哦。那这次呢，我们就来介绍 LG 他们所最新推出的第2代的 Aero Tower 风格机哦。那我自己呢是有买了一个暖风版本做使用，从2月底到现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在这次的影片里面，我会分享就是这半个月下来我使用风格机的一些心得哦。那风格机这系列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循环扇再加上一个空气滤镜的结构嘛。它想要取代你的房间当中这个电风扇还有空气清净机的位置。原厂的建议使用坪数大小是5坪左右啦。那我相信5坪对于租屋族来讲，这是一个差不多的房间大小的尺寸。那如果你的房间是没有暖气的，然后你刚好又想要就添购一台暖气的话，其实风格机它有做3合1的暖风版本可以去做选购这样子。好，那大家听到第2代就会说，那它跟第1代有什么最大的差异哦？其实我坦白说啊，2代的风格机跟1代来讲，最大的差异就是价格。2代的风格机它的价格做得更优惠又更便宜了，同时我觉得要去掉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功能。那以暖风版本举例好了，1代的风格机它将近要到3万块，因为其实它刚出的时候是对打那个 Dyson 的同样的规格的机型哦。但是呢，2代的风格机暖风版本来讲，它直接降到了2万出头。那你说差的功能，其实就只差在一个，我觉得差最大的是差在它风向控制的一个功能啊，但是在1代上面有，但在第2代的话，它是没有做那种就是对流模式的切换的。但是呢，我觉得这其实并不是很 critical 的事情啊，所以现在第2代风格机的价格，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子，就尤其是它取代了就是电暖炉，取代了这个空气清净机，也要取代了风扇。好，那当初我对这个产品的印象就是说，它可以省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哦。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我的房间来讲，大概就是4坪出头，就我们上回还之前我给大家我的一个房间的尺寸图嘛。那4坪来讲，我觉得很多租屋族北部的话，你大概也是住这样的大小。那我相信你放完你的床，放了一张桌子，然后再加上你的一些个人物品，然后衣柜之后，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空间了。那再加上，其实我还要摆这个电风扇，跟前阵子很冷嘛，所以我有买暖炉，就这样东西都摆完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很挤。所以我那时候我看到风格机，我就想说，要不然我就买一台风格机，把我的这个电风扇跟暖炉都给取代掉，这样子。好，那我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个风格机的外观哦。它的底部来讲是一个26.5直径的一个圆，但是当然你要装一个这个32公分的一个底座。装好之后，它这个整体的高度来到了112公分，在它的顶部会收束成大概是直径是14公分这样，所以我觉得它整体的造型呢，其实不太占空间，就是走比较瘦高的一个形状。好，那第一次的安装要怎么装呢？其实非常简单哦。你在拆开盒子之后，你会看到2个这个半圆形的拼盘，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圆形底座。你把它对拼之后，然后呢，它机身的中段会有一个可以抱起来的这个提孔，你再抱着它机身，然后在右手再弄了这个提孔之后，你把整个机器放到那个底座上面，那咔一声之后，其实就安装完成了。最后呢，就是把它一个热风挡风板拿出来，装到它的这个风格机的出风口上面，你就完成了一个初步的安装。那当然，你在使用之前呢，你要先把底下这个滤网的孔盖给它打开。这个滤网盖打开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它的里面有这个 HEPA 滤网。那第一次使用，千万记得要把这个，因为 HEPA 滤网新的它是有塑胶袋包着的，所以你要把这个塑胶袋拆开，这个点是非常的重要。那在滤网的最外层呢，你会看到有一个有用魔鬼毡的，这个是剔除一些假如说毛发或比较大的一个这种灰尘脏污这样子。那接着中间呢，就是看到这个 HEPA 的滤网。那 HEPA 滤网在内层呢，它还有一个除臭的这个除臭层的滤网。然后基本上那个最外层这可以水洗的，我建议你大概1到2个礼拜要洗一次啊。那中间的这个 HEPA 滤网，它就完全不能碰水的。
那换的时间原厂建议是1年换一次，但你不用担心，因为在这个 LG 的 APP 里面，它也有一个计时器跟你讲说，时间如果滤网的时间到了，你要记得去做一个更换这样子。那在放这个滤网的机器中心呢，它风格机有做一个这个紫外线的杀菌灯，当然就加强它整个这个风格机的一个清净杀菌的效果。好，那接着我们讲到操控。操控的话，其实它原厂有这个风格机有附上一个遥控器，你可以把它吸附在风格机的侧边。那如果我们看到顶部的话，2代的风格机，它在按钮上比较有所简化，其实基本上就是电源、风力的加强以及这个暖风的解锁键。但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啊，就是全部的功能，其实除了那个暖风解锁功能之外，你都可以在它的一个 ThinQ 的 App 里面去做操控，就包含一些风力的加强啊，然后这个风向的角度的控制啊，定时的功能啊，这都是可以去做操作的。所以呢，我相信你只要用过他们家的一个 ThinQ APP， 用过一次，你就不会想再去用原厂的遥控器去做操作了。坦白说，好，那接着很多人关心的部分就是说，这个循环扇它会不会很吵，或者它的风速怎么样这样子？以我来讲啊，我觉得如果你晚上在使用，就是凉风状态下，它的风档位有1到10跟 Turbo， 我觉得5以下就是，当然我喜欢吹比较凉，所以我大部分都开到5。就夏天的话，5是我一个可以接受的档位，就是它声音不会到比较吵。然后如果是玩游戏，就是在房间里面的话，我觉得开到6档或7档，就是属于你想吹比较凉的风，但在噪音上你又比较可以接受。因为到8档以后，我觉得那个噪音对我来讲有点大，那我的距离大概跟它都是1米多左右这样子。好，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实际的声音跟大小，就是风速，你还是要去门市实际体验一下，因为这个每个人的一个主观感受它是不一样的。这样，好，那接着大家可能看到比较有疑虑的是说，因为很多人看到这台机器它的一个能源效率是分在第4级的一个位置哦。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就是其实因为政府规定的这个能源效率值呢，是空气清净机它都要标的。那这台风格机它的第4级指的是说，它跟那种专门的空气清净机相比的话，它的净化空气的效率没有像人家那么好。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个事情啊，就是说你在它的官网会看到它标定在冷风状态下，它的消耗功率大概是从30几瓦到40瓦。所以坦白说，这是什么意思？就它在小空间的状态下，其实它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耗电。但当然，如果你开到这个暖风模式，它就是1个小时1500瓦的一个能源消耗。那基本上，电暖器大概都是这个功率起跳啦，这样子。然后，但是要讲一下，就是我实际使用上，我觉得以我4坪多的房间来讲啊，我开这个暖风大概半小时，我觉得大概上升3度多，近4度就差不多这样子。就官网写说5分钟上升，9分钟上升5度嘛，好像是这个数据，就是它是坪数空间是更小的这样。我实际使用上，我觉得，如果你是自己租房子的话，你回到家大概要开1个小时多，它整个房间才会变比较暖和这样。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是让我觉得使用下来觉得最不方便，就是它的暖风模式不能远端开启。就是像我在买这台风格机之前，其实我有一个想象，就是说我今天我回到家，就是我在上班嘛，然后我想回家的时候，我就可以提前先开启这个暖风模式。那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一洗完澡，这整个空间就变得非常温暖。但是我直到买这台风格机回家之后，才发现，它不能这么用。当然，我能体会说，其实原厂它有一个安全的考量，说因为这个暖风模式，你人不在旁边，它是很危险的。但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比较通融的方案，假如说你可以远距离开启这个暖风模式，每开启1小时，它就强制要休息15分钟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去让人更方便的使用，而不是直接把它锁住，就是你远端完全不能去用暖风模式。这样我觉得其实是蛮不方便的。所以总结一下。这个风格机适合哪几种人？我觉得第一种就是说，
你是租房子的人，那你的房间应该不大嘛。然后通常你租房子的话，房东应该不会给你装冷暖机型通常都只有装冷气。所以你看，你这时候你买这个风格机，你就有风扇，然后你就有这个电暖器，然后你还有空气清净机，算是一个超级省空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女生或是很要求精致生活的一个族群，我觉得这个是蛮适合的。那第二个，我觉得是你家的房子很大，那你家的房子很大，你又要求说，室内的空气要有一个干净的程度。那你空气清净机有时候放很多地方，但是你有些地方是会需要这个吹电扇的。假如说你沙发旁边，那你想要放一支电扇，那同时你又希望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干净的空气，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用风格机搭配你的空气清净机去做一个组合搭配哦。而且 LG 他们家有做空气清净机，你用 LG 的 ThinQ App， 你可以同时的控制你家中所有的一个风格机，还有空气清净机。我觉得操作体验下来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像我自己是同时有 LG 冷气、LG 的除湿机、LG 的风格机，就是你完全不会去。坦白讲，如果以前你要用遥控器的话，那个找起来有时候是非常崩溃的这样子。加上风格机，它目前呢是在韩国制造，然后全机是有2年的保固，马达风扇是有10年的保固。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保固方面还做得还 OK， 所以这次的风格机的介绍就到这边了。我强烈建议大家，你一定要来这个麦斯音响体验一下 LG 他们最新款风格机的一个魅力哦。那也可以来我们门市体验一下 LG 的整套家电。那我是 Alan， 这次的介绍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